水清，对吧？就是。我袁浅，宣州大学雕塑系1年级，被调剂的。大学期间，我有2个愿望：转油画系，还有摆脱母胎单身。大一是最轻松的一年，当大家都卯足了劲玩的时候，我每天都在学习。当然，我热爱学习。谁要的对溜。罗欣欣，吃饭小能手，朋友圈 P 图大赛冠军，每天不是嚷嚷着减肥，就是嚷嚷着吃饱了再减肥。罗欣欣，地主是薛松阳。陆佳宁，大部分时间口吐芬芳，小部分时间好好说话，热衷于替人出头，专业找人干架。总结：不能得罪。薛重阳，文静乖巧，当代女大学生里的一股清流，平时少与人打交道，最大的缺点就是说话声小。妍姐，我要上厕所了，你帮我打会儿吧，我憋不住了。我不太会打牌。我也不太会，都是他们硬拉我打的。好吧。气风组，气风组来了！气风组来了！快，给我吸这东西！你们俩真的都不要？要。那我可就出完了。你底牌一张5底，你还想出掉？你还好意思说？那个白衣服的好帅啊！是雕塑系的琴声。先生，你们这是？聚众赌博，收。都是一个班的，给个面子放了我们吧。就是我们宿舍403，艺术学院，雕塑系1年级，陆佳宁、罗欣欣、袁浅，纸牌一副，无异议。有异议。嗯？我真的没有打，你看我脸上这么干净，一看就没有参与娱乐活动。你脸上这么干净，只能说明你牌技好。这个不近人情的家伙，是我的同班同学。拍照留证。秦深。秦深，雕塑系学士，丑脸大王，惜字如金，靠着长得帅，成为全校1万多少女的梦，也凭着女色无尽的森冷气，隔绝了大部分的有梦少女，成了全校可远观不可亵玩的 Top 1。因为名字的原因，我和他总是被调侃为情深缘浅。还好，我们的交集并不多。但从那天开始，一切都变了。完了，都怪学校安排我们系今天选课，系统又烂，课没选成，转系考试可不能错过。不好意思，准备了1个学期就为了今天，这次考过了，我大学的第1个目标就能实现了。袁浅，快来机房，我抢到电脑了。我现在有点事儿。还有什么事比选课重要啊？你都不知道机房要挤爆了，全是选课学生，你再不来可就抢到这门课了。选不上就算了呗，反正有体育课垫底儿。喂，前面封路了，转系考试。怎么回事？平时800年没交集，最近孽缘怎么这么深厚？我是去写生的，还不赶紧让开！转不了系，小心我以身相许。
没事吧？几点了8:50。能不能帮我把画箱捞一下？辖室，必有重谢。你应该回去换衣服。下水必须脱鞋的毛病要改，下次先救人。等会儿，你怎么湿成这样？掉湖里了？老师，我确实掉湖里了，你能让我先进去考试吗？哦，行，准考证。你确定这是你？这真的是我，你看他跟我如出一辙。如出不太一辙。你这样我没办法确认你的身份啊。这次转系考试对我很重要，我准备了很久了。我衣服都没换，你看颜料还是我从湖里捞的。准考证无法核实，按规定我不能放你进去，你回去吧。什么情况呀？怎么踩泥上了？所以到底出什么事了，小女孩？我去搬雕塑，和袁浅撞了。然后呢？他掉湖里了。啊？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哎呀，谁问你了？我问人家姑娘呢。有个体育系赛艇的把他推上岸了。所以你呢？你什么都没做，你就脱了鞋在旁边挖泥巴？他比我快。你就没想着拉袁浅一把呀？没拉住。为什么呀？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就这么不近人情呢？就是呀。麻烦。认识吗？有情况呀！袁浅同学，你好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我在楼下等你，我给你带东西了。哇，谁呀这是？下去看不就知道了？嘴上说着想谈恋爱，实际上有桃花都不摘。行吧，我去回去。不要只看表面现象，也许人家真的是耳朵不舒服呢。看不见，看不见，不能太细节控，细节控是种病。你好，袁浅。啥也不说了，就一个请求，别碰我。你好，你是？姓刘名天，字博雅。啊，知道你掉进湖里了，很担心，怕你生病了，所以给你拿了点药。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客气。谢谢。我一定凭本事追到你的。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叫什么名字？哪个月了？不知道。又牺牲一位壮士。这次又为了什么呀？牺
小拇手指甲有5厘米这么长，还用这个手指甲挖耳屎，说话离得很近，最重要的是有口臭啊！我觉得他会对我因爱生恨。那你赶紧找个男朋友啊！难啊，陆佳，你也不给我介绍了。你给我介绍那些实在是没感觉。第一个不洗脚还穿拖鞋出门，第二个吃饭浪费粮食。那第三个呢？第三个你都见了3次了，我真以为你们能成呢。那个喜好相同，也有共同话题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还喜欢同一个乐队。但是呢，对英文的发音方式不一样。他足足纠正了我15分钟，实在是。欧了，我懂了。所以呀，这也不能怪我。你知道的，我对找对象的要求并不高，男的、活的。而我至今都没有找到男朋友，难道是因为我长得丑吗？我觉得也不至于啊，连我都找不到男朋友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呢？说明现在男生都太一般了，而我不肯将就。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？渴求他人就是畏惧生活。我接触了这么多男生，我发现我无所畏惧，那我为什么要找对象？在你身上，我看到了5个字，凭本事单身。袁浅来了，那个我有点急事儿，我先出去一下啊。老师，你不是说找我有事儿吗？哦，对，你转系考试的情况我知道了啊。不是，你说你这个孩子，当然了，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其实呢，咱们学校一贯是大1结束之后才会彻底关闭转系系统。所以这一学期结束，咱们还有一次考试。真的吗？但是，你先别高兴得太早，因为考试的内容呢，牵扯到了油画系的专业，油画系的名额是有限的，也就3个，现在已经转过去2个了，剩下的这个，不光要通过转系考试，而且成绩必须是年级前3。不论有多么困难，我一定要考过。宋思义吗？上回救你那个。这么多东西，我来帮你们拿吧。啊，那多不好意思呀。没事。我们一人拿一点吧，你一个人拿多不好意思啊。我一个人就可以。哎呀，本来一下子就上去了，拉拉扯扯还耽误时间。你把你这搁我这儿吧。没事，我拿就行。行。那我也帮你拿呀。宋思义人真的很不错哎，长得又帅，心地又好，关键是人家还在食堂勤工俭学，对谁都特别照顾。明明可以很轻松，还跟做这么多辛苦的事情来体验生活。听说好多女孩子喜欢他。我要是你，我现在就赶紧买些礼物送去，人家可是你的救命恩人。那送点什么礼物好呢？愁啊！我除了给我爸送过礼物，就没给别的男的送过。我怕送错了，别人会乱想。去，人家很受女孩子欢迎，你不饿狼扑食就不错了。我才不喜欢中央空调呢。谢谢。哎，同学，等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汤已经没有了。啊不，我是有点事找你。我？那天真的是谢谢你。我就是顺便而已，你这太客气了。应该的，这不过是个运动手环而已，你肯定用得上。谢谢，我很需要。嗯。能有什么呀？我不喜欢这种对每个人都好的男生。他如果对每个人都好，我怎么知道他对我的好和对别人的好有什么区别呢？行，先这样，挂了啊。袁姐，
背后说人闲，回头秒相见。你饭卡拉我知道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太马虎了。小事而已，拜拜。我还有点急事要去见院长了，先走了，拜拜。我不喜欢这种对每个人都好的男生。他如果对每个人都好，我怎么知道他对我的好和对别人的好有什么区别呢？你不能对每个人都好啊！你对每个人都好，我就看不出来你对我好不好。不可能吧？有事儿？你脸怎么这么红？可能是穿的有点多。咱们俩八字不合，每次碰到你我就会很倒霉，你还是离我远一点吧。我现在要去开会，是接待肖静学长的大事，你别给我磕出什么岔子来啊！不管了，见肖静学长才是大事。喜欢他这么久，终于有机会见到本尊了。院长。哦，你们是明天接待肖静同学的是吧？他是我们选出来专门接待肖静的。那行，坐吧。那我就长话短说，这个肖静同学啊，明天早上9点钟到我们学校。肖静同学呢，是我们学校的荣誉校友。他这次啊，把一组获奖的雕塑七情给我们学校展览。我们一定要拿出200%的诚意接待他。肯定的，肯定的。大概这个接待流程啊，都在这里了。有专人呢去接那个肖静的车，然后呢，你们呢就负责把他，接到这个研讨会的现场，给他。这个倒热茶啊，一定要等宾客到了以后再倒。这个茶凉了，这个就是很不礼貌了，知道吗？换人吧。院长，我真的可以。你知道这次接待工作和研讨会是很严肃的，这件事情很可能影响到我们学校明年的招生计划。你啊，回去抓紧时间吃药治病，以后学校有的是接待的机会。去吧，去吧。谢谢院长。给您添麻烦了。院长再见。早不感冒，晚不感冒，偏偏这个时候感冒，我真是个意志力不坚定的人，几个喷嚏都憋不住。啊，太惨了，我的肖静学长。干嘛？看你挺忙的，给你买了点药。不用吃了，好不好都无所谓了。喂，我不喜欢欠别人的。你掉水里也有我的问题，我做我该做的。至于药，你吃不吃无所谓。哦，对了，你写生的地方有点危险，要不就照着照片画吧。这家伙不仅是个面瘫，还是个智障。那个可以了，不行，我真的不行。我给你推我手小啊。实践课啊，你们盼望已久的自由创作，尺寸大小40公分以内啊，开始吧。教授，是因为雕塑展吗？哪来的小道消息啊？
不过还挺灵的。最优秀的作品和萧敬师兄的作品一起展览。自己要求的，别再把雕塑摔烂了。谢谢老师。我终于可以和萧敬学长面对面了。我上次听佳宁说你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并不是很开心。本来觉得忘掉和秦深的痛苦回忆，我就能以正常的状态面对萧敬学长了。但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怎么了？我的感冒可能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了。哎，下课了，同学们，咱们这节自由雕塑就到这儿吧，都去吃饭吧。然后大家都把自己的雕塑收好啊。下课。袁倩，作业课题是自由雕塑，但我觉得老师肯定会从我们作品点评个人特色，所以我就做了一头猪，预示着知足常乐。都已经开始做雕塑了，你就不能脱离永远？哼！月倩，你确定你这是第一次做吗？这是我的手的放大版，怎么样？能得第1名吧？虽然很棒，但我不得不告诉你，秦深的更棒。怎么又提的？秦深那简直就是大师级别的作品。我都怀疑我们念的是不是同一个大一。那我不会选不上雕塑展了吧？要是选不上，是不是就见不到萧敬学长了？怎么每次都在他身上？要不一会儿下午下课，你就去破坏他雕塑，让他没作业可交，这样也许你就能打败我完美的猪，去参展。还能见到你日思夜想的萧敬学长了。你这个主意可真棒，我都忍不住要认真考虑一下。你走路怎么没声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在你说要破坏我雕塑的时候。我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呢？这个喷水壶是你们的吧？谢谢。为什么不吃啊？你吃吧，我没弄脏。不了，我还减肥呢。哎，你吃吧，没事儿。我先去趟雕塑教室。你去雕塑教室干什么？去雕塑教室把我的雕塑加工，争取超过秦深，成为那个能参加雕塑展的人。你也太拼了！如果你拿出这份决心，你早就找到对象了。在我的前途面前，对象不值得一提。真是倒霉，这才几点就拉闸了，连个灯也没有。要不是为了能参加雕塑展，我能这么拼命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！完了，还真让罗欣欣给说中了，这下条条黄河也洗不清了。现在也不能告诉秦深啊，他肯定觉得我是故意的。也没人看见，
没人知道是我。反正骷髅头头长得差不多，帮他修复一下不就行了？你搞砸了我的转系考试，这算你欠我。算了算了，一码归一码，公平竞争。健身餐里面怎么还有香蕉的？能变壮呀！那不是营养过剩了吗？哎，你做怎么样了？不是要打分了吗？昨天晚上雕塑教室进贼了。完美无瑕，哪来破坏这么一说呀？就是啊，这不是我的。这不就是你前2天做那个骷髅头吗？没什么区别。我说不是就不是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查监控。你在等我？我知道是你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习惯用自己的东西，那你还要查监控？我就是想看看你会不会自首。很抱歉，昨天晚上把你的骷髅头撞坏了，但我花了1晚上时间修复好了。没想到一个喷壶把自己给卖了。不，我一眼就看出那个不是我做的。喷壶只是用来确定凶手是谁而已。把你的雕塑弄砸了，是我不对，但说凶手也太严重了。我觉得我做的很好啊，你要觉得哪里有问题，我再改改。我的骷髅头和一般的骷髅头不一样，是按照我的脑 CT 做的。有病吧？把你的残次品拿走。又是凶手又是残次品的，我花了1晚上时间给你修复。你要是觉得不行，自己再改改，不然怎么和我正面 PK？ 你还没到和我 PK 的水平。就属你的最差。这个还不错，谁的作品？他的。不是我的。这件是我弄的，我得负责，不然你没作业。在我的世界里没有差不多，差不多和垃圾没有区别。OK， 行。自己的作品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？老师，我刚刚听错了，我以为您指的是秦深的作品。秦深，你的作品呢？我这次没有完成，抱歉，我会尽快补上。来不及了，
这次的机会被贾思成了。谢谢老师。怎么就垃圾了？简直是完美好吗？你才是拿脑 CT 做雕塑的变态。不过他说的倒也没错，我这个跟贾思成的比起来，的确是有点……不行，不能就这么放弃。你也不是这样的人。哎！为什么喂？你走路不带声啊？又干嘛？班里的人都走光了。为什么呀？去看萧静了。萧静！喂。又干嘛？你就准备这样去啊？还不愿意来澡堂？你说这个萧静学长怎么这么早就走了？我刚去洗了个脸，换了身衣服，哎，人就走了。也许这就是天注定吧。注定个头啊！我以后跟那个姓秦的，就是冬天不能吃雪糕，夏天不能吃西瓜的仇。哪有这种仇啊？对了，袁倩，你别走到太里面了。这个澡堂有个恐怖的传说，在很久以前，有个女孩在走廊尽头的那个隔间发生了意外，她的血流到了澡堂的地面上，洗澡的女孩都吓坏了，所以走廊尽头的那个门已经被学校死死锁住很多年了。真的假的？我怎么那么不信？你还不信？妍倩，你进去啥？哎，我先进来洗了。罗欣欣说的，该不会就是这扇门吧？这个澡堂有个恐怖的传说，在很多年以前，有个女孩在走廊尽头的那个隔间发生了意外。所以走廊尽头的那个门已经被学校死死锁住很多年了。欣欣说的这么恐怖吗？骗人的吧？好像不是你的，这个大小你应该穿不了。我脚大，也不会穿这种。那这个应该是那个美女的，你认识她，要不你去还给她？你把我锁住，还我还？好好好，
算是我委屈你了，我还。卫生打扫完了吗？没有。秦深来赔钱来了。袁浅，宋思义一直狡辩，我需要你。宋思义，你不承认骗钱就算了，你怎么能不承认我们之间的感情呢？重点是钱。真的没有跟你网恋啊？我知道我们没有真正在一起，但是暧昧也是一种特别珍贵的情愫，你怎么能全盘否认呢？罗欣欣，你闭嘴吧，我来问。你身上这件衣服怎么回事？解释一下。外套陈浩不要的。陈浩？陈浩买了件新的外套，觉得不合适想扔掉，我看着没有破，我就穿上，我觉得还挺合适的，他就给我了。那你的游戏账号呢？游戏账号是我注册的，但是我不经常玩，我更不会在游戏里跟别人搞暧昧，我都是一个人玩。难道不是他？你的号被盗了？欣欣，你振作一点啊！知道不是宋思义，我居然还有点小失落。你还真是个颜狗。这样，我也许可以努力，还能挽回他的心。你还是想想怎么挽回一下你被骗的钱吧。秦深，不好意思，我能进来一小会儿吗？可以，必须可以。秦深，这里是雕塑教室。我知道，我就是想问你，昨天有没有在器材室看到过我的舞蹈鞋？不在我这。好吧，没事，那我重新再买一双就好了。在我这儿，昨天我从器材教室捡到的。谢谢你啊。本来想着还给你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你的班级，也不知道你的宿舍，正愁怎么办。正好你来找秦深。那我应该自我介绍一下了，我叫林薇，是舞蹈系的，住在女寝303。你在舞蹈教室和寝室都能找到我。你好，我叫袁浅，雕塑系的。你的雕塑作业完成了？我这不给人还舞蹈鞋吗？真是谢谢你啊，袁浅。那秦深，我先走了，再联系。真没想到你还有主动找我的这一天。毕竟我误会了你，还是挺不好意思。小心！我还是走里面吧。罗欣欣的事儿不好意思啊，我还以为你是骗了他的感情，又要骗他的钱。你这么想我，倒有点伤心了。毕竟我长得这么纯良。对不起，我是真的很抱歉。我就开个玩笑，别小题大做了。真的很抱歉，这事儿吧，我反省了一下，我可能是对你有点偏见。不过以后不会了，我们正式交个朋友吧。那你准备之后怎么办？
一定要找到程浩骗钱的证据，替罗欣欣把钱要回来。还有，谁要是欺负我朋友，我就一个个打回去。谁要是欺负我朋友，我就一个一个的打回去。程浩，听说你最近又撩了一美女。嗨，照片确实是个美女，本尊惨不忍睹，亏我游戏里还带了她2个月，白瞎了。要不要这么夸张？你和你照片的差距乘以10，就是他和他照片的差距，你说夸不夸张？得，这学期你就别指望我给你打小抄了，你就等着回去被你老子收拾吧。别呀！我要是拿不到毕业证，我爸非得把我腿给卸了。上学期要不是你给我小抄，我科科都得挂0。我们家3个月最漂亮、最有女人偷拍是犯法的。完了，不会坏了吧？应该是防水的。白费了。你干嘛呀？神出鬼没的，想吓死谁啊？明明是你做贼心虚。你来这儿干嘛？吃饭。什么时候来的？在你开录之前。我那是被逼无奈，非常时期非常对的。告诉你，下不为例。哎，说好了啊。看来你的每任女朋友都是无缝连接。如果他们知道彼此，会不会……关你什么事儿？你有病吧？你该不会以为这样就能威胁到我吧？如果被学校开除，还可以再换个大学。我倒没听说过多交几个女朋友会被退学的。作弊呢？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手册规定，组织作弊、使用通讯设备或其他设备作弊，一律可以给予开除、学籍处分。你和你的小青梅各占1半，一起退学，正好有个伴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听不懂。听不懂。这学期你就别指望我给你打小抄了，你就等着回去被你老子收拾吧。别呀！我要是拿不到毕业证，我爸非得把我腿给卸了。上学期要不是你给我，录得相当完整。光凭几句玩笑话就能当证据？你和你的小青梅同专业、同班、同考场，考试序列号也相近，意味着你们做的也很近，那就有抄袭的可能性啊。只要对比一下试卷，就可以确定你抄袭了。你说是就是啊。那我们赌一下，我实名举报，看看你们学院究竟会不会开启试卷复核程序。手机给我，手机给我。让开。打人或抢劫属法律范畴，按照高校学生规定，违反法律，学校可以提前开除学籍。所以你是打算提前退学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道歉，向罗欣欣当面、网上都要道歉。想都别想。那我们就一起等学院通知啊！我就给你1天时间，如果1天之内你还没有任何举动，我就会把这段视频还有实名举报都发到你们学院领导的邮箱。考虑清楚啊！哥，谢谢你啊！不用谢我，
你们打扰了我吃饭。那还是要谢谢你。你做事都是这么不知死活吗？我怎么不知死活了？那个人是个体育生，你。但事实证明，他确实不敢怎么样。你一来，他就怂了。你怎么知道他们作为相连？不知道，我炸他的。他们俩一个班，既然能作弊，说明做的不远。其他的都是我瞎编的，网上学的。但是陈浩有他爸压着，他不敢读。还算有点人类的智商。我的智商一直在线，好吗？我就是特意在图书馆守着他，知道他下午上什么课，几点下课，跟谁约会。这些都是我从社交网站上扒的。本来知道他在哪儿约会，是想抓他劈腿的，结果没想到，意外收获。校庆了，每年都会有这个文艺汇演，今年呢正好赶上咱们宣大90周年的校庆，所以学校打算隆重举办，每个系都要出一个节目，咱们系就咱们一个班，所以这个东西呢自然就落在咱们头上了。咱们这次的节目呢不仅要惊艳，还要充分体现咱们雕塑系的特色和咱们的精神风貌。我想这个咱们能有更充足的资金来筹备这个节目，咱们要不征收一下班费，每人500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没钱。同意。同意。那好那这次征收班费的事儿就交给袁倩来解决吧。正好你跟陆佳宁是一个宿舍的，我跟他还要拍节目，你们沟通起来也方便。那大家尽快把班费交给我吧，转账、现金都可以，麻烦大家了。麻烦大家了啊，多多配合。烦死一鸣了，就会给我找麻烦。别活得这么遗世而独立好吗？你也是班级的一份子。欣欣，陈浩的事怎么样了？他已经跟我道过歉了，而且已经还钱了。肯定是我上次去骂他出成效了。这种人就是不能跟他客气。哎呀，交完了吗？都交的差不多了，就差秦晨了。你催催他呀。不太好。这有啥的？他可能是忙忘了。也是。那个，班费的事儿，你什么时候方便交一下？大家都交的差不多了。我身上只有现金，你过来取一下吧，我在篮球场。啊？好。他怎么说？他让我去篮球场取。不能转账吗？他说只有现金。借口，这年头谁还用现金了？他不会是给你下套吧？什么套？爱情的套。胡说八道。思春了？我还商丘呢。他人是还挺好的，偶尔也爱搞点特殊，但是毛病多于优点。像他这种极度龟毛的完美主义，坐公交车都要腰背挺直，吃一口饭必须嚼10下，跟他谈恋爱肯定很痛苦。估计接吻都要先测一下唾液的酸碱值，适中呢才能接吻。反驳有点长，这叫欲盖弥彰。另外，你们还没在一起呢，就想到接吻了？哎，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！哎，算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收钱去了。
是怪了点儿，但身材还是挺好的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哎，景真，今天打球挺猛的啊，原来是女朋友来了。哪天不猛？那个，我不是他那谁，我就来收班费的。小女朋友挺可爱的嘛。你队友好像误会了，你快去跟他们解释一下吧。她不是我女朋友。懂。不是他女朋友，可以是我女朋友。还没喝完，接着打吧。听说有人向袁谦表白了，在篮球场。袁谦长得又不难看，跟他表白不正常吗？在这个男多女少的年代，女人只要是活的都有可能会被表白，我怎么可能意外这个呢？我是好奇是谁表白的。下午我们宿舍的某某，刚好也去了篮球场啊。你不会说是老秦吧？他要自己照着镜子对自己表白，我觉得还有可能。对女孩不可能，不可能。那难道是体育系那个？最近看他老围着袁谦转。我说老钱，你再不出手，袁谦可就成别人家的。等他被人追走了，你可怎么办啊？我是做了什么，给了你们我看上他的错觉？哦，是错觉啊。哦，这明明可以手机转账，非得让人家跑球场一趟。知道他这么好接近，当初就应该鼓励你去追啊。哦，对，你还别提，你说现在我要找体育系的那个单挑，还来得及吗？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也行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要迟到了，快了啊！我和佳宁要晚点才能回，帮我签个到吧。金教授的课怎么可能？金教授出差了，今天是代课的，也不认识我们，你给我们够一下就行了。行行，就这样吧，快了啊。那个，不好意思啊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什么事儿？本来有事儿的，现在没事儿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还没画完呢。啊，那么愿意画勾，你把这学期的勾都画了得了。再说你说我傻呀？我们班就这几个人，谁来了谁没来了，我不知道吗？不，老师，我傻，请您重新发布。我跟你说，袁浅，你这代签比旷课的性质要严重的多。回去坐着去。老师，我是回去坐着去。你怎么坐这儿？不好意思，我先来的。也是。要是不想挨着我，你可以换个位置。没有，我就是要去个洗手间。与我无关。你不说与你无关吗？这个与你有关。抱歉。你是想让我再陪你一下？不必了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下次你前面有人的时候，不要直接冲上去，谢谢。回去。跟大家说个事儿啊。由院领导慎重的决定，从今年开始啊，我们雕塑系就不再招生了。换句话说，你们有可能是我们雕塑系最后一届学生。本来嘛，
纯艺术呢就不是很好择业，尤其是我们雕塑系是冷门当中的冷门。你看，就像我们班吧，当初是我呀，从设计系和油画系调剂过来的。哎，所以说呀，我们都屈从现实吧。不会吧？好好的雕塑系，怎么突然就取消招生了？那以后大家怎么办？还是先想想自己吧。如果被大家知道我正在准备转系，肯定会被说成见风使舵，看苗头不对跑路了。而且金教授今天肯定对我印象很差了，到时候还要找他签字呢。好好的一专业也能被我读成绝版，我这毒奶人是不笨啊！明年都要解散了，你在说什么？我现在脑子一片空白。我也是。学校会不会不管我们啊？是不是该复读1年好啊？哎，你复什么读啊？好了好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会认真的带你们，直到你们毕业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天哪，老秦，你这袖子上是什么啊？我去，阴险龌龊！老秦他有女人了。哎呦，依我的推理，这个涂着粉底和口红的女人是以这个姿势亲上去的。真相只有一个：涂这种口红色号的女人，年龄大概在12到65岁之间，身高大概148。我去你的，什么呀？哎，讲讲。哎，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说了，你给我写啊？不会的，不好意思。那你闭嘴。好的，拜拜。你来趟我办公室。我觉得我们班这个作品呢，结构感上还是差了点儿。雕塑呢是3维转3维，素描呢是3维转2维，所以素描呢对了解人体结构有所帮助。我决定，下一个星期加一节素描课。你就知道，女模特你来找啊。老师。干嘛？老师，那个别离我太近，那边。就是那个关于代签的事儿，我真的很抱歉，但是我……但是什么呀？你少给我来这套！我跟你说，你撞我枪口上了。你去忙去吧，别忘了我交代你的事儿啊。可以找男模特吗？画了1学期的男模特了，该画女的了。是找穿衣服的还是不穿衣服的？这不废话吗？你穿着衣服能了解人体结构啊？老师，找模特的事……老师，交给我吧。男生跟女模特接触，难免都会有点尴尬，但是女生呢，就自然很多。也对。哎，你……我没问题的，老师。那行吧，这事儿啊，就你们俩办了啊，商量着来。好的，老师。好，就这么定了，加油！加油！老师，那我先去找模特了。哎，你知道一鸣之前找模特的时候……不知道，自己揽下的事自己解决。本来也没想找你帮忙。也不来了。但我们经费只有这么多，真的不能再加了。您看看，要不能不能通融一下？没事没事，就这样吧。谢谢你。哎，等等，班长，我记得你上学期找的模特好像特别便宜，你在哪儿找的？师兄推荐的，其实一开始也不便宜，但是我们家老秦出马之后，搞定。他还有这功能呢，卖脸就这么管用？说什么呢？我们家老秦砍价小能手。真的假的？他还会磨价？别人叫磨啊，我们家老秦砍价那是真砍。500兄弟，不能再低了。
400，450，咱们各退一步好不好？350，搞定。就这样，他都没被打出去。这就是气场，这就是魅力啊！那为什么金教授放着我这个班长不用，而用他呢？省钱呀！原来是这样。你干嘛去啊？回教室啊。教室不是在这边吗？你好像一个傻子。先走了，老陈。你的手好像有点干。你有什么事吗？你要不要涂一点护手霜？不用了，谢谢。这个护手霜很好用的，涂在伤口上一点儿也不疼，而且它很香，是桃子味的。不信你闻闻看。要不要试一下？试试。你放心吧，我不是给你推销护肤品的。好了，啊，这个你拿回去，按时涂会好的。袁浅，你模特找好了没？还没有，哪儿那么容易啊？找了好几个，价格都太高了。我们的预算就这么点儿，也不能找金教授再加吧。那怎么办呀？这么快就走了，我还想找他帮忙砍价呢。秦深这种人怎么可能会砍价？一鸣说上次找模特就是秦深帮忙砍的价。你听他瞎吹，秦深就被坑了。他懒得应付，为了早点结束，直接对半砍，一分没让，根本就不是为了砍价。没想到最后居然成了。那我的护手霜不是白送了？你还送护手霜啦？这个护手霜很好用的，涂在伤口上怎么一股桃子味儿啊？我的鼻子告诉我是从你身上传来的味道。你还用这个？正好我手挺干的。我也不好意思特地买这个去。哎，老秦，你再给我挤点。哎，小气啊！挺香。我去，大哥你变了，中毒了？要我也得中毒。走开。好好好。还有2天就要用模特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早知道就不图表现，在金教授面前揽活了。这下还真是偷鸡不成，还要10把米了。这是什么？新联系的模特，约在今天下午，你和我一起。你不说你不管了？秦深啊，我下午在师大有个讲座，你跟我一起去，帮我做个记录啊。
今天下午约了模特，你不能换个时间吗？他只有今天下午有时间。没事儿，老师，我一个人去接可以的。你陪老师去听课，老师的事儿就是最重要的事儿。我一个人去没问题啊，你去忙你的吧。你快点。秦深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事儿。没事儿。我上课的时候你心神不宁的，老打手机啊。你是不是担心袁浅一个人找模特你不放心啊？没有。老师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事儿了，赶紧走吧。谢谢老师。